簡單、低風險啊，穩定性高。你跟足嚟做嘅話，你大致上都會成。如果18%回報嘅話，你40幾歲你就已經有100萬。你有投資同冇投資咧係爭好遠，所以你唔知買邊一個係咪全部買晒。不過大致上都係想有20年嘅戰績俾你睇。我以前諗住投資咧，梗係賺錢啦，即係賺越多嘅錢，咪係一個越好嘅投資咯。然後我先發覺，最重要傾人生。點樣投資只可以得到5%或者10%嘅回報率？你會諗到啲咩？即係以前你想諗投資，你會去做咩？你咪啲分啊，啲 public mutual 啊，啲係啊，好多人咧會走去買個基金 mutual fund，因為我哋以前咧成日諗到，哎呀，我哋都唔識投資，梗係揾啲專業人士幫我哋投資啦。mutual fund 啲咪有專業嘅投資經理咯。然後諗翻轉頭，我覺得呢個諗法係好膚淺嘅。mutual fund 基金咧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佢每年咧會抽你2%嘅 management fee。即係話，如果你想喺呢個基金度每年賺5%嘅回報嘅話，個基金最少要達到7%嘅 return，就扣咗你2%嘅 management fee，大概5%剩翻，咁你每年只有機會賺到5%。而且以我嘅經驗咧，我都以前都有買過幾個咁嘅基金，然後我賣有陣時我成日都計，我發覺我買嗰啲基金每年嘅收入仲低過定期。係啊。係啊，即係 less than 2% a year， 雖然冇蝕錢啦。我冇計過。我唔知啊，可能你好彩你買到個勁過我買嘅基金咯。我買過2-3個基金咯 duration 可能有5年，大概全部都係低過2%每年回報嘅，係冇可能每年都 achieve 到 above 7% 嘅 return。加上佢每年去賺錢又好，去蝕錢又好，佢一定扣你2%，所以我覺得咁樣係好唔抵。仲有就係呢啲咁嘅基金咧，唔係零風險嘅。我覺得我嗰啲都算好彩啦，at least每年有2%先。咁因為基金係有可能係會蝕錢嘅，所以我唔係幾中意呢啲基金。第一批我哋想講嘅咧就係收益係少過5%先嘅。第一個咧就係定期啦。定期有咩好咧？第一就係零風險。第二咧，流動性強。流動性嘅意思即係話你需要嗰個錢嗰陣時，你就可以攞出嚟。你最多可能蝕咗啲利息啫。咁呢個定期平均有1至4%嘅收益啦，睇情況啦。第二種咧就係一樣嘢叫做 money market fund 貨幣基金，非常之低風險，平均嘅收益有3至4%左右啦。究竟點樣賺錢嘅咧？係會賣政府嘅債券啊 （treasury bill） 啊，或者喺銀行度做定期啊。總之就係一啲好穩陣嘅投資，有風險不過係非常之低嘅風險。然後點樣買呢個 money market fund 咧 ？example 咧？喺馬來西亞咧，你嘅 Touch and Go 唔係一個 Go Plus，嗰個 Go Plus 咧就係 money market fund 嚟嘅，所以佢係有風險嘅，不過係非常之低嘅風險。如果你有投資股票嘅話，你要用個 Moomoo 嘅 app， 係有一樣嘢叫做 Cash Plus，係有3%至5%收益。仲有你需要一個幾出名下嘅投資平台叫 Versa， 喺嗰度都有 money market fund，佢嘅流動性都好高嘅，即係話你需要錢嗰陣時，你就可以將佢賣咗。係好適合一啲短期嘅錢，你又唔想嘥咗啲利息，你又可能隨時都會用到呢筆錢。仲有一樣嘢叫做 Robo-Advisor 機器人理財，其實我覺得呢個嘢係好似嗰個 mutual fund，不過嗰個 mutual fund 咧係人管理嘅，所以佢嘅管理費係貴啲，佢要抽你2%先。呢個 Robo-Advisor 咧就係機器人，即係 AI 幫你投資嘅。所以佢嘅管理費就好低，通常都係0.3%，之前mutual fund係2%嘛，呢個係0.3%。通常呢啲咁嘅 Robo-Advisor 佢哋會投資咩咧？佢哋會投資 ETF 啦，或者投資啲 bond 啦，政府嘅債券啦，佢哋都係低風險，定期係冇風險。Money market fund 咧係非常之低風險，呢個 Robo-Advisor 咧係低風險，所以係有差別㗎。
所以點樣可以買到呢個 robot advisor 嘅分咧？好似 Malaysia 咧就有一間公司叫 StashAway。有一個政府嘅平台叫 ASMB 嘅，你可以以前可以買 ASB 或者 ASM 料嘛。佢有一個 account 叫做 ASMB Ria， 嗰個都係一個 robot advisor， 佢都係抽0.3%先。你買啲 robot advisor 嘅投資產品咧，佢有一個特性嘅就係佢可以俾你揀，你要幾高風險，所以你可以揀一個特別低風險嘅，或者你中風險嘅，或者一個所謂高少少風險。即係你嘅 risk profile。通常高風險咧，收益高嘅可能性就高啲咯。咁蝕錢嘅機會都多啲咯。Of course，而且係好大個蝕法嘅，佢唔會話一間公司倒閉或者兩間公司倒閉，然後你就會蝕錢。仲有一樣嘢你可以買嘅 T-bill 啊，政府債券，即係有時政府係會出一個 bond 係政府擔保嘅啊，你借錢俾政府，然後政府俾你一啲利息。新加坡有個 T-bill，而家差唔多3%左右啦。而家美國政府嘅 interest rate 好高嘛，之前5%，所以呢個都係好低風險，因為政府擔保，除非政府冧咗啦。所以呢啲就全部嘢都係少過5%。特性咧就係流動性強，你好快就可以套現。咁頭先講嗰個 robot advisor，佢嘅叫 return 係大概幾多？高過 money market fund啊？應該會啦，因為風險高啲。佢有買 ETF 啫，money market fund唔會買 ETF。遲啲我哋再講咩係 ETF。而家第二個 category 咧，我哋就講5%回報嘅投資方法，你估係咩嘢？ETF、ASM、ETF。我頭先唔係講 ETF 啊？你講 ETF。我講 ETF， 我係講 EPF。EPF 啊，我哋馬來西亞嘅咧就叫做 EPF， 其實就係一個公積金，每年嘅回報有5%至6%左右。啲公積金咧，新加坡嘅咧就叫做 CPF 啦，香港嘅好似叫 MPF， 然後美國嗰啲咧可能係 Social Security 啦、401k、IRA account 啊之類咁嘅嘢。放錢入去一個政府機構幫你投資，然後嗰個投資咧係穩定收益。其實我覺得呢啲咁嘅公積金咧係政府俾我哋人民最好嘅一個利物，因為係夠簡單，冇風險，政府擔保。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強迫性，強迫你儲錢，係打工仔想使晒啲錢。因為投資要成功咧，係要長期去投入。其實有2個方式，第一個方式咧就係投資咧就要趁早。即係話你一開始投資你就抌100萬落去，然後之後你唔使再抌錢都得啦。100萬7%回報到10年之後就自動變200萬啦。不過係大部分人都冇100萬啊嘛，所以咧我哋唯有嘅方式就係每個月入1000蚊，然後每個月入1000蚊，你係要一直繼續入嘅，你唔可以停，因為要一直要累積咗，你正會積少成山。所以強迫性咧呢樣嘢就好好啦。第一係逼你投入。第二咧，佢唔俾你攞出嚟，咁你就會積得多啊嘛。如果唔係，又要攞出嘅錢落去買咩嘢咁樣，咁點樣積少成多啫？永遠都冇可能積到個金山出嚟。而家咧，我哋嘅公積金有一個新嘅好處就係，如果你真係需要錢嘅話，你隨時都可以攞出10%先。係啊。而家有3個 account 啫嘛。以前係一次性，而家係 anytime。有一個10%嘅 account 你係可以攞出嚟嘅。EPF 咧，你係可以攞錢去買屋。仲有一個特性咧，就係入咗錢好難攞出嚟嘛。其實係可以攞出嚟嘅，但係你要到50歲、55歲或者60歲，所以每個階段可以攞出唔同嘅數額，同埋有少少唔同嘅條件啦。不過60歲之後肯定可以全部攞出嚟咗，呢個就係有一個關鍵啦。通常人哋冇咩中意呢個強積金，因為覺得呢啲錢入咗係出唔到嚟嘛，所以好多人又唔願意齋太多嘅錢落去。但係我發覺到咗我哋呢個咁嘅年紀啊，越嚟越近50歲嘅時候咧，我就會願意擠多啲錢入去，因為我知道如果有需要嘅話，我係攞得出呢個錢出嚟。然後好多人以為公積金啊喺你人工度扣噶嘛，然後放落去嘅。其實你可以自願再放多啲入去，呢個係好多人唔知嘅一樣嘢。仲有另外一樣嘢你唔知，人哋諗住你要去打工你先有公積金，你做生意啊你都可以去開個公積金戶口，然後自己擠錢落去。加上咧，而家馬來西亞政府有一個 program 叫做 iSaraan， 你擠2500蚊入個公積金嘅戶口，政府會俾你500蚊。所以你唔係打工仔，你都可以投錢入呢個公積金戶口。
只不過你係冇你嘅 employer 幫你 top up 多幾多 percent 嘅，即係然之後你放定期，你放喺公積金。因為公積金嘅回報率係高過定期。仲有一樣嘢就係、好多人咧成日候住筆公積金，諗住55歲、60歲嗰陣時，一退休嗰陣時就想將啲公積金全部攞出嚟，然後就5年入邊使鬼晒氣啦。然後70歲嗰陣時都唔知點算。所以我覺得我哋唔應該咁樣做，我哋應該係將嗰啲錢留喺嗰個公積金戶口度，因為佢每年有個回報啊，5%至6%。如果你嗰時候嘅公積金已經儲咗100萬，嗰個公積金每年嘅回報啊，你已經有4000蚊一個月你使。所以如果4000蚊夠你使嘅話，你淨係每年攞啲公積金嘅回報出嚟使就好，然後冇去喐嗰個公積金嘅錢。咁咧，你嘅錢咧就一世都使唔晒。中唔中意一世都使唔晒錢啊？係 make sure 你真係唔好 touch 到個 base 啦，跟住 make sure 你嘅政府係 OK 啊。陣間再講呢啲咁嘅問題。所以頭先講話唔好攞啲錢出嚟，除非你真係好需要呢筆錢，需要攞呢筆錢嚟救命啊、醫病啊，定係每個月4000蚊唔夠你使，你要6000蚊先夠，咁冇辦法。但係你一喐咗呢個錢之後，你將來嘅錢只會越嚟越少啊！仲有一樣嘢就係公積金，你可以自動加錢到75歲啫。到75歲之後啊，你就唔可以再加錢落去。但係你有入邊嘅錢咧，你可以繼續收喺度，而且咧每一年咧公積金只可以俾你最多入100千落去。就算你有好多錢，你想放喺公積金都放唔到。呢個係有錢人嘅問題。除咗公積金之外，有一樣嘢都係會俾你5%回報左右。之前我哋講過嘛，信託基金即係 mutual fund。仲有一樣嘢叫做政府嘅信託基金，馬來西亞嘅就係 ASM 啊、ASB 啊。通常呢啲咁嘅回報有4.5至5.5%左右。係嘅好處咧就係低風險。第二咧就係無量巴仙嘅 management fees。然後呢個係可以賣啦，唔似 EPF 咁樣入得唔出得。你自己自願擺錢落去 EPF 嗰啲，咁啲人咧就會擔心，咁個政府衰咗。係啦。有時我哋成日講零風險啊，零風險意思係一個 financial term 嚟嘅，即係話喺正常嘅情況之下，你係冇風險嘅，即係你唔會蝕錢嘅。但係有啲 extraordinary 嘅情況，政府倒閉啊，國家冧咗啊咁樣嘅話，咁就唔係零風險咗啦。政府冧喎，其實有發生過97、98年 Asia Financial Crisis 嗰時候，我哋 Asia 有中招，所以好多人好驚嗰個政府冧。佢哋就將啲 EPF 可以提嘅錢全部就提晒出嚟，然後 of course 之後政府冇冧。一個嘢大家冇諗到嘅就係、如果馬來西亞政府冧咗，個馬幣都會冧，所以你所有嘅資產同埋馬幣都會貶值，就可能10蚊就變1蚊。所以地產嗰啲全部都貶值啦。應該會啦，成個國家嘅嘢都貶值啦。好似最近有幾個國家啊 Venezuela 啊、斯里蘭卡、特基都係有好大嘅 inflation problem 嘛 debt default 啊，搞到成個國家貶值，可能10蚊變1蚊，可能100蚊變1蚊，可能成1000蚊咧就變1蚊。就算你嘅錢喺唔喺 EPF 入邊，其實都保護唔到你幾多。唯一可以保護你嘅方式就係、你有一啲資產啦，唔係依個國家嘅資產，即係似馬來西亞出事，你有間屋喺新加坡，或者你有存款喺香港啊，咁你就可以保得住你部分嘅財產。如果唔係，都係一鑊粟嘅。所以講緊大會司法，由大會司法賣唔同嘅 currency 添。係啊，發生咗一件事之後，就好多人咧就將個錢攞咗出嚟，之後咧佢哋都再享受唔到5%嘅 return，所以反而佢哋嘅投資收入仲更加少咗，然後好多人都冇將嗰個錢擠翻落去，所以就發生咗一件咁嘅事啦。而家講到10%啦，10%嘅投資係咩？股票都算係啦，不過我哋要一個簡單嘅方式嘛，買股票其實好複雜嘅嘢。10%回報嘅就係一樣嘢叫做 ETF， 正確嚟講係 S&P 500 ETF。S&P 500係美國500強公司，你投資喺一個嘢叫做 ETF， 然後呢 ETF 咧你就會去買呢美國500強嘅公司。所以呢樣嘢有咩好咧？因為 historically for the past 10 to 20 years， 呢一個 ETF 嘅回報率就係平均1年10%左右。
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適合懶人去投資嘅一個方式。因為一講到買股票，第一樣嘢好頭痛嘅就係買咩股票？係咯，係咯，買咩？嗯咯，咩賺錢咧？幾時買咧？幾時買咧？你買呢個 S&P 500，你就係買咗美國甚至上世界500強嘅公司，每一間你都有份。仲有一個好處就係 diversification， 即係話就算500間公司入邊有幾間公司冧咗都唔緊要，可能有受少少影響，但係你唔會蝕大錢。仲有一個嘢咧就係呢500間公司咧，佢哋係有揀過嘅，每3個月佢哋就會再 evaluate 下邊500間公司值得留低，邊間公司差咗要踢走佢，然後邊一間公司好嘅新公司去加入去，所以永遠都會maintain自己最強嘅500間公司，自動有人幫你揀呢個世界上最好嘅500間公司，嗱你就投資晒每間去做股東，其中包括咗 Nvidia 啦、Microsoft 啦、Tesla、Google、Amazon、Apple， 全部大公司當然都有喺，所以你唔知買邊一個係咪？全部買晒。買 ETF 其中一個好處咧，就係佢嘅 management fee， 佢 management fee 係好低，通常係0.03%先在。你睇下，你買 mutual fund 係2%，你買 robo-advisor 咧係0.3%，你買 ETF 啊係0.03%，仲低。係咯，跟住仲有 return 又仲高喎。當然啦，風險都高啲，因為呢個嘢係有 risk。第一個咧，因為我哋係馬來西亞人，所以有 currency risk 咯。美金同馬幣一個兌換率，所以係有波動。你始終都係投資喺一個股票市場，雖然你話係平均每年嘅收益係 10%， 但係都唔代表每年都係賺錢。可能今年賺20%，明年蝕5%，後年賺10%咁樣，所以係有少少波動嘅。不過大致上都係上有20年嘅戰績俾你睇，加上咧股神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都講，大多數嘅人都應該買 S&P 500 Index Fund。呢個 fund 咧其實10%嘅回報啊係一個標間嚟嘅，一個 standard 嚟。所以如果有一間投資公司或者一個新嘅 fund 開始入嚟啊，人哋會 compare 呢個 S&P 500嘅喎。如果你仲差過呢個 S&P 500 ETF 嘅話，因為我做咩要買你呢個 fund？咪唔值得買咗咯。所以呢啲分啊一定要勁過呢個 S&P 500，咁人哋先會走去買你呢個分。而且你發覺大多數嘅分啊都輸俾 S&P 500。Long term 嚟講 ，over 5 or 10 years， 就算 Warren Buffett 本身都係輸俾 S&P 500。不過當然你睇你比較幾時咯，可能 Warren Buffett 有時贏啲，有時輸啲。普通嘅投資者會好抗拒買 S&P 500 ETF， 因為佢係美金，好似馬來西亞人有啲話哦美金啊，哎呀呢啲我唔識㗎，好麻煩啊，所以佢冇乜想買。或者新加坡人，我淨係想買新加坡嘅嘢，我唔想買啲美國嘅。好多人就會好嫌麻煩，所以而冇投資呢樣嘢。你想唔想要有18%回報？頭先我哋都講過咗啦，5%嘅回報你投資喺 EPF 公積金，你40年之後你就有150萬。你投資喺10%回報率嘅，就好似個 S&P 500 ETF。你退休嗰陣時有幾多錢啊？600萬，所以係爭4倍嘅，你自己衡量下啦嚇。咁如果扣咗啲 currency，冇得扣嘅。如果 currency risk，佢唔係一個 tax 啊，佢又唔係一個 fee 嚟嘅喎，佢係一個 volatility。有啲人就唔中意，即係除咗嗰個股票息上落之外，佢唔中意嗰個貨幣又息上落。我好似唔理出一啲人，成日都狂悲，哎呀馬幣咁差㗎，成日咁弱雞㗎，你咪冇好馬幣啦，你咪將你啲馬幣轉晒去美金啊！但係呢又嫌麻煩喎，然後你又要話馬幣差喎，咁係一個好自相矛盾嘅一樣嘢嚟嘅。所以呢啲係一個心理嘅問題嚟嘅，呢啲你要自己諗辦法去克服啊、解決啊，自己諗清楚你究竟要嘅係乜。S&P 500 ETF 10% return。average， 所以如果 formulation 我哋扣咗嗰個即係 discounted 嗰個currency 嗰個，你唔知嗰個 currency 係升定係跌㗎嘛？有時嗰股票唔升又唔跌，但係嗰個 currency 又升又跌，我就let's say賺咗5%或者蝕咗5%，
because of 呢個 currency 嘅上落。所以點樣買呢個 S&P 500 ETF？ 你就需要一個投資美國股票嘅戶口。而家馬來西亞有 Moomoo 啦、Rakuten 啦、似 Maybank、Hong Bank 嗰啲，啲係 investment bank 嗰啲都得，費用可能貴啲啦。然後你去買一樣嘢叫 SPY 或者 VOO， 佢有好多 S&P 500嘅 ETF 嘅，最出名嘅係 SPY 啦。各有各少少嘅唔同，你好想研究你有咩唔同啊？咁你自己去研究啦。對我嚟講差別唔係好大啦。然後呢個淨係 S&P 500 ETF 啫。其實呢個世界上有好多種 ETF 嘅。其實 ETF 咩意思咧？你就將一堆嘢 package 埋一齊，好似 S&P 500就將最強嘅500公司 package 埋一齊，都有其他嘅 ETF 嘅，好似 Nasdaq 嘅 ETF， 通常都係多啲科技嘅公司咯 ，semiconductor 嘅 ETF， 半導體。覺得而家啲好似 NVIDIA 啊、AMD 又好犀利啊，你又唔知買邊間啊，你一次過買晒你，或者你對銀行好有信心，你可以買一個銀行嘅 ETF 啊，你就知即係呢個行業非常之好，但係你唔知邊一間公司好。所以你就直接去買嗰個 ETF， 就全部買晒。頭先我講10%回報啊，淨係我指嘅係 S&P 500 ETF 啫，其他嘅 ETF 係各安天命。我淨係解釋咩係 ETF 啫。仲有一種都係國家嘅 ETF 都有。你睇好日本，或者你睇好中國，或者你睇好阿根廷、Argentina 嘅 ETF。India 嘅 ETF， 咁即係佢係咩啊？攞晒嗰個 country 嘅全部公司？唔係全部。點解 mutual fund 要 charge 2% 咧？因為佢有個基金經理成日要用腦諗要買咩，所以好識腦，所以佢 charge 你 2%。ETF 都係一樣，其實都係人 set up 嘅呢啲嘢，即係基金公司 set up，即係譬如話 OK， 我要 set up 一個 bank 股。美國嘅銀行，所以我會揀邊啲銀行咧？我可能會揀全部美國嘅銀行，或者我淨係揀最 top 嘅20間銀行，或者我可以揀淨係細銀行啫。一 set 我個分嗰陣時，佢就要講我呢個分嘅目標係咩嘢，我嘅宗旨係咩嘢，然後喺呢啲 rules 已經寫好咗，佢會投資邊啲公司，然後每間公司佢會買幾多，然後呢個 ETF 就會上市，然後佢就係跟住呢啲 rules 咧，每個月或者每日去執行就係賣，之後啲工作就好千篇一律㗎啦，所以佢嘅 transaction fee 好低。就算你買銀行嘅 ETF，都可能有幾隻嘅，或者每個基金咧係有唔同嘅宗旨，有唔同嘅方法，有唔同嘅 focus。係點樣 package 啊？係。頭先講嘅嘢，我哋再重複一下啦。少過5%回報嘅短期嘅，即係話你可能需要呢筆錢嚟使嘅，你又可能會用定期啦、money market fund 啦，或者係 robo-advisor 啦。長期投資咧，5%左右嘅咧 ，ETF 啦，公積金啦。如果你風險程度可以再高啲，你想賺多啲10%回報嘅，就係呢個 S&P 500嘅 ETF。而家咧，我哋到咗考你時段啦。考我啊？係啦，準備好未？唔好叫我計數。都係估立吧。如果你有一個好有錢嘅阿爸阿媽，喺你21歲生日嘅時候，佢俾咗100千你，然後你將呢100千攞去投資，然後嗰個投資每年嘅回報率係7%，然後你投資咗呢筆錢之後咧，你就再冇加錢落去咗，就係100千我放落去啫，然後我就冇利咗，佢就每年有7%嘅回報。你估到你55歲嘅時候，你會有幾多錢？500千。你55歲嗰陣時，你會有100萬。好似之前我哋講，如果你每個月放1000蚊落去，回報 5%， 你差唔多50幾歲先攞到100萬。但係你要每個月都要放1000蚊落去。但係而家因為你阿爸阿媽有錢，一嚟就將呢100千擠喺戶口度，然後每個月你都唔使擠錢落去嘅，你賺幾多你就使幾多咯。然後到你55歲嗰陣時，你都仲有100萬。投資樣嘢咧，你又要記得嘅一個教訓咧，就係一開始嗰陣時就抌好多錢落去。如果唔係咧，你就長期咁樣抌少少錢落去。嗱，呢個係好重要，咁樣做先會成功，先會成為百萬富翁。即係如果你冇一個有錢嘅老豆咧，就慢慢每個月將
你每個月釘之餘，呢個嘢係好考耐心同埋 consistency 啊 discipline 啊，所以 EPF 好咪咁樣啦，係抽你人工，就幫你釘啊，你唔愛釘都可以幫你釘。所以你55歲咋嘛，你有100萬咋嘛，需要幾多年？呢個100萬就會變200萬。7% 啊？7%。2年。100萬明年就200萬咋嘛？你投資咩啊？好大險我啊！你叫我估啊，我梗係係咪一聽到啲數字咧，個腦就已經亂糟糟咗？所以好多人冇投資就係咁樣嘅。一講到投資或者一講到數字啫，哇！個腦啊即刻 shut down 咗。係咯。一定要盡量克服呢個問題。如果唔係，你嘅人生會好悲慘、好蝕底，同你隔離嗰個人啊相差10倍。如果你55歲嗰陣時有100萬，每年7%回報嘅話，10年之後你就有200萬。即係你55歲100萬，你65歲嗰陣時就200萬。到你75歲嗰陣時會變幾多？400萬。係，即係話如果你有7%回報嘅話，每10年你嘅錢就會翻倍，唔使再每個月加錢嘅前提之下，你就係maintain嗰個本啫。然後你投資嗰個本。點解係用7%？應該係7%咁啱每10年翻倍。容易啲講嘛？如果我同你講13年、14年咯，好難記啊！咁點樣得到7%嘅回報咧？一半攞去投資 EPF 公積金，另外一半去投資 ETF 500，平均咪有7.5%咯。所以呢個故事就教訓你，呢個利搭利複利係好犀利嘅，要記得。利搭利係好犀利嘅，跟我重複一遍。利搭利。利搭利好犀利，幾押韻啊！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喺21歲嘅時候啊，你父母俾你100千嘅話，你應該唔會攞一筆錢去投資，你應該會使咗。呢個就係事實。所以如果嗰時候咁醒，將呢筆錢攞去投資嘅話，就抵你一世無憂。就算你父母破咗產，你都有100。仲係乜嘢都唔使做嘅前提之下，即係話呢10幾年俾你。該使嘅使，又唔使特別慳，又唔使特別努力，自然退休嗰陣時就有100，不勞而獲就係咁嘅意思啦。仲有冇啲其他嘅投資方法咧？有啊，最普通嘅就係買股票咯。買股票我覺得因為我哋今日講嘅重點就係簡單、低風險啊，穩定性高。你跟足嚟做嘅話，你大致上都會成功。但係股票就係一個好 volatile 嘅嘢，你需要好多 knowledge，你需要知識啦，你需要技巧啦，需要興趣。你要嘥好多時間去研究好多樣嘢，你需要你有好好投資嘅心態。投資嘅心態係好重要嘅。點樣重要法咧？下次有機會再講。係一個好大嘅 topic，而且係好重要嘅一個 topic。大家你想簡單嘅好難嘅話，之前嘅提議係比較適合啊。第二個最常見嘅投資就好多人會買樓咯，去投資。我本身咧我就唔係好中意地產嘅，因為地產係好大嘅一樣嘢，即係話你一生人普通人可能只係買到1個地產或者2個地產，所以如果你一買嗰陣時一錯啊，即係有咩事，大家嚟時瀨嘢爛尾樓啊，或者嗰區就係死區啊，你成副身家或者你一半嘅資產就瀨嘢。lock 住咗，所以呢個係其中嘅原因，我唔中意呢個地產。不過都係個人嘅喜好啫。我見到好多人都係地產啊、包租婆啊嗰啲咁啊睇你自己啦。睇你中意流動性定係不動產不動性其中嘅就係流動性咯，股票或者係呢啲 ETF 啊，你中意買就買，賣就賣，好快嘅。點解啲人中意買樓咧？因為佢就係中意佢嘅不流動性。佢鎖咗佢啲錢，唔會唔使手痕咁樣又走去賣鬼咗。係，其實買樓咧都有佢嘅好處嘅。仲有而家最興嘅新興 asset 都呢個虛擬貨幣啊，比特幣啊，比特幣，廣東話叫咩啊？比特幣啊？唔知啊，講唔慣。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你至少會知道 crypto 究竟係咩嘢啊？點解係值錢啊？如果你知道嘅話，你研究下睇要唔要投資啦。呢度咧我就唔多講啦，自己衡量下啦。
OK 啦，嚟到尾聲啦，嚟個總結。你本身最適合咩類型嘅投資？其中一個要衡量咧，就係你嘅風險偏好。好多人唔中意投資，因為佢好驚，佢好驚蝕咗，佢好驚蝕錢。如果你驚呢啲咁嘅嘢，又會瞓唔着嘅話，咁你梗係揀啲零風險定期啊、公積金都算係。如果你嘅風險偏好高啲啊，咁你可以揀 S&P 500 ETF，所以係好睇個人嘅。有啲人係唔可以承受到嗰個壓力啊，可能嗰個 S&P 500 ETF，哇，今年好叻咗正啊，升咗15%啊，但係明年啊跌咗8%啊，佢就好心痛喎，又覺得佢死咯死咯，世界末日啊！都你要知道自己嘅風險偏好，你賣咗嗰個投資後，你瞓唔瞓得着啊？呢個係好重要嘅一件事，會唔會成日囉囉攣啊？咁第二個咧，就睇下你對投資係好有興趣定係好鬼死懶。所以懶人有懶人嘅方式啦，公積金啊呢咁樣嘅嘢咯。如果你好有興趣嘅，你自己研究嘅話，啊買乜都得啦。仲有一樣影響投資嘅就係你嘅性格。所以有啲人咧就好中意炒短期㗎，有啲人又中意細水長流長期嘅。有啲人咧賭仔心態啊，咩嘢都搏一搏啊，晒冷。有時啊，你嘅性格已經決定咗你會做嗰啲咩類型嘅投資啊。你係撳交叉定係撳圓圈？睇得魷魚多啊One more game。有咩理由你不能夠達到財富自由咧？啲步驟聽講嚟好似好簡單啦，係咪？但係都會有好多人都會做唔到嘅。咁有咩理由你哋會做唔到咧？使大咗，賺唔夠啊！賺都賺唔夠，點樣儲1000蚊咧？因為覺得時間太長啦，你覺得10年啊或者40年嘅嘢離開我太遠，我唔想咁樣慢慢咁樣去食少食多。我想一夜暴富，或者我想做個大茶飯咁樣，3年入邊成為百萬富翁。所以好多人就冇呢個耐性啦，佢就唔會行呢條路啦。所以好多人咧係走去買多多啊，去賭錢。賭仔心態就要好講個運咯，嗰個 Squid Game 魷魚遊戲，個個人都覺得會活到最後噶啦，係咪？投資係需要長期咁繼續去做一樣嘢嘅，即係話你要繼續每個月去入1000蚊，你要長期即係10年或者20年。都係一個好考驗人性同埋耐性嘅一樣嘢，所以強積金嘅公積金咧係可以解決呢個人性嘅弱點。人都係有人逼先得嘅。係，仲有好多人投資失敗，因為佢哋亂咁投資。有咩坑頭咁樣？係啦，成日問你有咩 tips 啊？有咩 tips 啊？有咩內幕消息啊？覺得哇呢個嘢有呢個消息加埋呢個消息，哇聽日一定升啊！有啲人仲借錢去買。仲有好多人咧就好中意加埋啲 chat group 跟啲 guru 啊，希望個 guru 俾啲內幕消息。呢個價位買就包賺啊！呢咁嘅嘢，我本人覺得都係好危險嘅一啲嘢，因為呢啲嘢你唔知道你自己喺度做緊啲咩，你淨係信嗰個人講，然後你跟住買，你自己都冇呢個能力去決定要買咩嘢，點解要買，你都唔知，所以你只係想跟個神，因為呢啲嘢係有刺激成分喺度。如果我叫你慢慢咁投資10年、20年，呢啲嘢好鬼死悶，所以大部分人都唔會行呢條路。所以而家有一個嘢叫 YOLO，You only live once。你可能就好中意火雞凳下，你就唔中意積極籌錢啊、投資啊啲咁樣嘅嘢，睇你咯。點樣得到呢個平衡？太過 YOLO 又唔好，太過慳錢、太過注重投資又唔好。因為有時我覺得個量係有分別嘅，即係話。想食餐好嘅，一個月食一餐好嘅冇問題㗎嘛。跟住每個禮拜都想食餐好嘅就有問題。好似話每一日都要飲3杯個 B， 每杯個 B 就係 Starbucks 10幾蚊，一個月可能成1000蚊。你唔攞去投資1000蚊，你攞晒去買個 B 啊？咁你可唔可以喺公司沖個 B 啊？定係會買架個 B 機翻屋企會慳啲啊？呢啲都係有辦法去平衡嘅嘢。成日諗到投資咧，我哋就會上課啊，一啲投資產品啊。因為有時咧，人哋賣產品俾你點解咧？
因為嗰啲人賣產品俾你係有錢賺嘛。They make money off you, they are not trying to make you rich。所以呢個我嘅就係我嘅觀點。所以呢啲咁嘅嘢通常我都唔係太中意。大家再重複一下，就係賺錢、儲錢、投資、利得利、財富自由。仲有一樣嘢，投資嘅本質係咩嘢？即係除咗利得利之外，我以前諗住投資咧，梗係賺錢啦，即係賺越多嘅錢，咪係一個越好嘅投資啦。然後我先發覺，投資嘅本質咧就係喺唔蝕錢嘅情況之下，盡量賺錢。做咩要10%太少啦？我要100%先，係咪？你就係以賺錢為目標啦。但係100%嘅回報可能有好高嘅風險。喺提高收益嘅前提之下，你要減低個風險。所以咩係一個好嘅投資咧？就係嗰個收益係高過嗰個風險嘅。所以投資嘅本質咧，就係要低風險高收益。唔係高收益更高嘅風險啊，咁樣就唔係一個好嘅投資。因為你淨係睇到100%啫，你就俾100% return盲目咗，你就睇唔到其他嘢。你就哇，如果呢個中咗之後，聽日就翻倍啦，好興奮，好刺激嘅。中個頭埋佢。所以投資呢個心要定。如果你太過刺激、太過興奮嘅時候，你就會好容易做咗啲錯嘅決定。好多人可能唔識投資啊，但係好多人都識儲錢。咁投資同儲錢究竟有咩唔同？投資可以利得利，儲錢係冇利得利。係你儲錢咧，你就將你賺唔到嘅錢，然後你收埋嗰個錢。但係呢個錢咧，其實係會 depreciate，係啊，會貶值嘅 depreciate 嘅 due to inflation 或者政府印錢之類用嘅。何謂之貶值啦？10年前一杯國 B 可能1蚊。而家一杯國 B 都5級，所以投資咧，你係將嗰個錢去買一啲優質嘅 asset 資產，地產又好，公司又好，股票又好。然後呢個資產咧係會增值嘅，即係嗰個 value 會 increase 嘅。好似你買屋，你都希望你嘅屋嘅屋價會升。你買一間公司嘅股票，你都希望嗰個公司係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咁你嘅資產會上升。所以呢個就係投資同埋儲錢唔一樣嘅本質，就係一個就係 try to preserve the value， 但嗰個 value 係會貶值；一個係錢去買一個資產，然後嗰個資產係會增升。好啦，嚟到節目嘅尾聲咗啦。其實咧，我哋呢個台咧係個旅遊、美食同埋講人生嘅台嚟㗎。我哋唔係一個財經台嚟㗎。如果你想聽更多關於財經同埋投資嘅嘢咧，就唔使訂閱我哋啦。人生係包括理財嘅。如果你想睇多啲旅遊啊、美食咁樣咧，咁就記得訂閱嘅啦。喺度恭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祝大家早日財富自由啊！10年後嘅今日，大家就係百萬富翁啦，千萬富翁，咁貪啊！拜拜。拜拜。